吟咏地狱欢歌，再战最强生物，就用那胡闹至极的弹力与无边无际的想象，奏响这片大海的解放之鼓，欢笑传说从未终结。大家好，我是朱爱本。海贼王1044话解放的战士已经更新，一起来见证五党时代。本页继续连载故事《杰尔玛无感情海游记》第8期。欧文和弟弟妹妹们挥手道别，留下了囚禁尼治和永志的书本。研究员们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工具，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得到杰尔玛改造人的技术秘密。到底怎么了？解放的鼓点，王者的声音，飞越层云，穿越大海，激荡着每一个绝境中的灵魂。为什么我还能站起来？明明已经输了，却变得很快乐。废墟之中，霸王色神风再次绽放，路飞欢快地大笑起来，而相主正在远远地注视着这场奇迹的诞生。解放之鼓响彻大海，空中的桃之助也听到了这神秘的声音，一时愣住。乔伊波伊，你说的是路飞吗？大河追问起来。桃子看向屋顶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强烈气势积聚起无限可能，贯穿穹顶。那是相主说的吗？回到左脑塔油廓中，山治突然惊醒，呆呆地看向屋顶。小冉被吓了一跳，那个独特的气息不会有错。路飞，宴会厅内的伙伴们也同样察觉到了。什么啊？那是草帽小子吗？草帽，等等，他还有气息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娜美和小玉相拥而泣，希望之火从未熄灭。就在大海另一头的圣地玛丽乔亚，五老星们聚集在盘古城的权力之间，密切关注着这场决战的变化。失去一名顶级特工，还惹恼了凯多，这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？即便如此，假如能有个更好的未来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不安因素的消除才是最重要的，必须排在第一位。虽然世界政府在过去的每个时代都试图回收橡胶果实，却不知何故，这800年间从未到手过，简直就像是那颗恶魔果实故意从我们手里逃走一样。这也是有可能的吧？动物系的果实中都寄宿着意志，更何况这颗果实还拥有着神之名。橡胶果实另一个名字是动物系人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。就在那鬼岛绝境穹顶之上，自由新音颂唱重生，欢笑战士跃出群山，一轮圆月镌刻传说身影，九霄天际泼洒希望辉光。最让我老心担忧的力量终于重新回到这片大海。人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，其身体能够维持着橡胶特性，然后凭借无限的想象力来进行战斗。那个男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给人们带去欢笑。他是解放的战士，也被称为太阳神尼卡。当这股能力觉醒后，能赋予原本橡胶的身体更强的力量和自由度，是这个世界上最胡闹的能力。路飞正在觉醒。就在鬼岛城堡深处的宝物间内，背负了和之国20年沉重过往的黑炭与光月，终于到了了结之时。被埋在废墟中的黑炭大蛇早已没有了身为将军的威风凛凛，只剩下祈求苟活的小人嘴脸。喂，日和，我也很欣赏玉田，你好好想想，我只是被凯多利用了，我们一起逃离这里吧，快帮我把海楼石钉子取下来。对有恩于你的武士，你不但背叛，还加以迫害。事到如今，还会有谁相信你？当年父亲遵守了约定，不是吗？他相信着你和凯多一起定下的解放和之国的约定。整整5年里，父亲一直滑稽地跳着舞，即便是对家人，也没有一句辩解。父亲他遵守了约定，相信着所有人都会得到解救的承诺，甚至在1小时的滚油中也坚持下来了。即便忍受着热油灼烧自己的身体，他也一直在笑着。他一个人独自承受着这一切，肩负起了整个国家人质的性命，这是何等的痛苦，你又怎么可能体会得到？日和亲手揭开过去的伤痕，那尘封20年的光月之伤再次露出血淋淋的残酷过往，哀伤、隐忍、愤怒、怨恨交织成无言悲痛，沁入骨髓，从未愈合。父亲大人就算被人骂也不在乎吗？我完全不介意，因为我有你们啊。真的吗？那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没错，玉田是个伟大的武士，作为将军，我也一直称赞着他的为人。日和冷冷地看着这出戏码，那毁灭了一切的罪魁祸首正在自己面前拙劣辩解，如此卑鄙，如此虚伪。那跨越了20载岁月的悲鸣怒火，终于在瞬间决堤。我的名字是光月日和，注意你的言辞，无礼之人。日和摘下面具，直视眼前的仇敌。活到今天，就算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我也从未有辱过父亲之名。你成为将军的日子，哪怕一天也不应该存在。你的愚蠢与日俱增，也正因为你，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无辜生命白白逝去。大蛇的防线被彻底击穿，曾经在他眼中柔弱的艺伎，却有着无法想象的坚定信念。他最后哀求着日和不要乱来，就算杀了自己也赢不了凯多。但他的愚蠢再次让自己低估了光月一族的决心。突然，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：“大蛇大人，我失败了。”火前坊的残火穿透地板，再次来到他的主人面前。黑炭的复仇已经无望，微弱的火苗也即将覆灭。然而大蛇却以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顿时狂笑起来：“来得正好，我给你准备好了新的舞台。去把那个女人烧死，飞到她身上去。忍耐了20年，到头来复仇还是失败了吗？这是何等的一出悲情喜剧啊！光月的残党看到了吗？
这就是所谓的强者之运。然而火前坊并没有扑向日和，而是呼喊着大蛇的名字，扑向了黑炭的残党。大蛇瞬间被点燃，痛苦地惨叫起来。这出乎意料的结局，却是命中注定的报应。日和看着火光，不再理会大蛇的求救声。黎明定会到来，光月一族永远信守诺言。解放之谷的昂扬战歌，尽情拥抱着皎洁满月。路飞以不可思议的身姿，尽情跃动着。我想做的事，全部都能做到。似乎还能再战斗一会儿。心脏的声音也很有趣。这就是我的顶点了，5档。只听见一声雷霆，分裂无数闪电，前所未有的霸王气势，无可阻挡，贯穿鬼岛。宴会厅的海贼们顷刻晕厥，百兽军团的战力瞬间瓦解，而武士们却毫发无伤。凯多惊怒交加，扭头望向屋顶。这股气势毫无疑问，有什么东西正在屋顶上。海贼们慌乱地看向屋顶的破洞，这到底是谁的霸王色？又是从何而来？刹那间，又是一声巨响，巨人之臂贯穿穹顶，将巨龙凯多牢牢抓住。这不可思议的体型，如火炽热的斗气，宣告着那个男人已经归来。在伙伴们的呼喊声中，那个男人用一个灿烂无比的笑容作为回应。凯多从未像此刻狼狈，也从未有过这般惊叹。一股难以想象的怪力，竟然将巨龙径直拽向屋顶。鬼岛骷髅再次破开巨洞，夹杂着无数碎石与火焰。百兽之王以最滑稽的姿势回到了决战舞台，而路飞的攻势才刚刚开始。橡胶超人左手制住凯多，右手狙击起惊人怪力，嬉笑一声，大闹开场。巨龙凯多的庞大身躯，在他的手中却如同一条绳索，只管尽情旋转舞动。凯多眼珠子差点没被甩了出来。路飞调整身形，再次发力，双手牢牢抱住凯多，又是一个无敌连环大爆摔，直接让凯多与鬼岛大帝来了一个亲密拥吻。这场胡闹终于以巨龙凯多被重重砸无废墟，毫无半点最强生物威严的方式结束。路飞看着眼冒金星的凯多，放声大笑。凯多也终于回过神来，原来一切都是那个小鬼的杰作。草帽小子，你还活着啊？谢了啊！刚刚的失态全部化作怒火，凯多二话不说，直接一记炽烈热吸轰向那顶草帽。路飞正笑得人仰马翻，抬头一看，瞬间傻眼。凯多的冲击已经避无可避，立刻双手抓地，用力一掀，岩石大地竟然变成了橡胶盾墙，将凯多的火焰热吸全部拦下。一鼓作气，再次发力，双臂肌肉暴涨，橡胶具体爆发出惊人怪力，魔龙强劲无比的冲击竟然被橡胶墙壁全数反弹。凯多彻底傻眼，连同剧烈爆炸一起被龙烟吞没。这就是5档的力量。路飞掩面大笑，尽情享受战斗。解放之谷敲响反击强音，焰云斗气勾勒自由之躯，永无止境，永无束缚，从心所欲即是强大。就用这无限想象，极致浪漫，破晓艳阳万丈，续写欢笑传说。刚才犯蠢，对不住了，那并非我所期望的胜利方式。不必在意，就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吧。以上就是海贼王1044话的全部内容啦，下周不休刊。文化尾田用一场乱来的战斗揭开了路飞与凯多的最终对决，香蕉果实解锁了自己真正的名字，更加随心所欲的弹力以及无拘无束的想象力，重新把我们的视线拉回到了海贼王这部作品最初的精彩之一——欢乐。我们曾经在鬼岛决战的紧张氛围里已经有1年多，凯多又是号称目前世界最强战力之一，鬼岛决战注定是各种惨烈与牺牲，却少了一点点以往的快乐。尾田用海贼独有的方式把欢笑的感觉找了回来，这也是一种浪漫。当然，接下来凯多与路飞的决战就要回归到热血与激昂了。尼卡的正式登场也预告着海贼王的故事进入最终阶段。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画中出现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